美国军方评价说，运20加油机出现在台湾防空识别区，反映了解放军的重大发展，远远超出了台海战争的需求，可以把解放军的力量投送到远远超出边界的地方，甚至投送到第一岛链以外。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敏。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运20加油机出现在台海，美国人忧心忡忡为哪办？美国军方评价说，运20加油机出现在台湾防空识别区，反映了解放军的重大发展，远远超出了台海战争的需求，可以把解放军的力量投送到远远超出边界的地方，甚至投送到第一岛链以外。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11月28号，台湾的军方又在哀嚎，是吧？解放军大批战机又进入了它的防空识别区，但是西方媒体非常关心其中一架的首舰型号，那就是由运20平台改装的空中加油机。空中加油机是空中力量作战能力的倍增器。早在上个世纪90年的后期，中国航空工业部门呢就利用轰6轰炸机研制了中国的第一代空中加油机。虽然解决了有无的问题，但是很显然呢，轰6的机身容量太小。运20批量装备部队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和摸底，用它做平台来改装成加油机，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而且我们空军期待很久了，运20加油机投入实战使用，意义巨大。加油机是美国维持空中优势的核心装备之一。美国空军和海军拥有几十年的加油机的使用经验，利用空中加油技术开发出了大量的空战战术。我军有了加油机之后，怎么样才能够充分发挥它的战略战术的价值？有哪一些从前不敢想不敢用的战术，装备了大型加油机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尝试了。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摸索，详细的研究和分析美国人已经使用过的战法，然后根据解放军空军的实际情况来开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加油机战术使用的谱系。国外研究人员目前对于运20加油型的主要关注点呢，还是在台湾周边空域的使用。他们认为运20加油型将大大增强中国进行更远距离、更持久的军事航空行动的能力。这些能力对于未来台海战争以及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其他任务都是有价值的。在台湾周边呢，大陆本身就拥有相当大的空军体系的优势，因为台湾海峡以及台湾岛距离大陆都不远。在国产第3代战斗机包括歼10、歼11服役之前呢，我们的作战飞机存在着短腿的缺陷，因此不能够充分的发挥大陆机场数量多、支撑体系完备的优势。当第3代战斗机和第4代战机服役之后我们的优势呢就非常明显了，可以充分的夺取和掌握台湾海峡上空制空权，而空中加油机投入使用会进一步延伸和扩大这个优势。美国国防部在中国军力报告里面曾经这样描述，说解放军空军正在开发运20加油机，这是其运20重型运输机的加油机变体，使解放军空军能够显著的扩大加油机队，并提高力量投送的能力。报告还特别指出运20加油型能支持轰6和空警500，而这两个型号是经常出现在对台军事斗争的一线。运20加油机可以让解放军的作战飞机在空中飞行更长的时间，帮助航程比较短的战斗机到台湾东侧空域执行作战任务，还可以让另外一些飞机从内陆深处的机场起飞，不用落地加油，直接投入台海战场。这使得解放军空军对台岛目标实施空中火力打击的能力是成倍的提高。运20加油型和运输型配合使用，也可以在其他周边冲突当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印度方向，它既可以把解放军的作战力量快速的从内地投送到边远的中印边境，也可以投送到远远超出边界的海外、境外，甚至是投送到第一岛链以外。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能做到的事情。当然了，美国国防部的报告还特意提到了歼20，把它称为是低密度高价值的资产，意思是数量很少，但是能力很强。那运20加油型可以让我们的歼20更长时间的在空中隐蔽飞行，利用自己的隐身特性协助和支持其他的飞机作战。按照美国军方的猜测在未来的重大冲突期间，轰6K 可以携带大量的远程导弹出击，靠运20加油机来提高它的航程，这就大大的提高解放军攻击西太平洋区域所有目标的能力。美国对此忧心忡忡，说运20加油型出现在台湾防空识别区，
反映了解放军的重大发展远远超出了台海战争的需求。看到美国人这样的评论呢，我感觉很好。运20加油机还是要再多改装一些，至少嘛要按照美国人的配置标准来搞编配啊。不仅是加油机啊，还有预警机、侦察机、电子战飞机这些作战支援飞机，以及卫生飞机、搜救飞机这些支援保障飞机，都在等待着用运20的改装。甚至以运20为平台改装的五库机啊，这是一种从空中发射的导弹库，这些你一定能看得到。好，这句话呢就说到这里。